宇軒，我們之前都講過一部電影，叫做《刺激1995》，真的非常好看，用那個小小的小扁钻，咔咔咔咔咔咔咔，这樣讓它直接跑出來，結果沒想到真人版出來，但是我真的覺得這比《刺激1995》還囂張，還要糗。這在哪裡？這在巴西，巴西的帕拉州監獄發生了集體越獄案件，結果沒想到的事情是，你越獄之後不是要跑嗎？不是要躲嗎？結果這一群人在散步。可以這麼糗的嗎？這巴西這是刺激2026。來，各位，你現在看到啊，這不是說晚上的夜黑風高的時候，一群人呢結伴揪夥啊，跑去外面露營啊，不是啊，他們在逃獄啊。各位，你開什麼玩笑？這是散步啦！他走的那個步伐哦，這個之輕盈啊，我都還以為是哦，在我們講生態園區裡面啊，你看那邊有鳥，你看有蟲鳴，你有看到這兩個？他還在笑。囚犯馬上到這時候呢才開始小跑步哦，我們講，而且還也沒跑多快，就小跑步。但為什麼會這樣呢？事實上他們真的是刺激1995，因為還記不記得刺激1995裡面那個 Andy 啊，謀劃非常久嘛，那個隧道慢慢敲，就敲出一個來，從地道裡面逃生。而他們呢也是從地道逃生，而且是在聖伊莎貝爾巴西這個監獄裡面。結果沒想到逃出來之後呢，他們也堂而皇之的也覺得說，反正沒什麼大不了嘛，也抓不到我，你知道嗎？光是一個牢房裡面哦，可怕了，總共有14名囚犯這樣魚貫之般哦，從那個隧道裡面這樣爬出來，来，這就是那個隧道。對，你有沒有看到？這人可以鑽到裡面去。但你知道嗎？跑出來之後呢，你一定想說，以他们這種速度哦，肯定全部都被抓到。就離奇的事件來了，14個跑出來裡面呢，竟然哦只有4個被抓到。對，其中呢有10名。都還在外逃，而且其中一個第5名的這個嫌犯呢，被人家掌握到說他應該是越獄行動裡面外面有所謂的後勤支援，也就是我跑出來之後我慢慢走，對不對？你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麼有底氣嗎？有人接應，都安排好了。有車子啊，有接駁車啊，但是警方還是有逮到一個什麼呢？也是一個瘦瘦的騰巴腿，就是在路上呢當街就把他這個攔下來說，原來這個家伙就是越獄的家伙。但你知道嗎？為什麼巴西會像你現在看到的這麼離奇的一個狀況？不是指這個單一個案，而是非常多，因為巴西監獄根本就亂了套。來，我帶你看一個畫面，你看了之後呢，你都會嚇一跳，覺得剛剛那沒什麼大不了。來，這個男的是誰？來，你仔細看，這是一個牆壁。對，然後這不是變魔術哦。對，他現在是在幹嘛？就是一個人，他卡住了，半身，然後呢從牆壁裡面湧出來。為什麼？因為他原本想說，我這麼苗條，我要屁股進去，結果屁股進去到一半之後，到肋骨的地方發現，哇！卡住了，那怎麼辦？原來他也想要我們講的效仿，所以開始挖那個洞。結果那個洞哦，他是用釘子哦，他的掃把慢慢敲。結果呢，他沒有設想好，敲太小，所以最後面反而是有這個消防人員又來救他。你是搞錯，他還在幫他鑽牆壁。但是呢，這個還算小 case， 更厲害的是什麼呢？來，趙爾，你看到這個哦，這不是假人哦。這真人哦，你會發現這個人長得怪怪的，你知道嗎？頭髮怎麼就這樣拉掉了，然後面罩拿起來，他是男生，你知道他在幹嘛嗎？他在模仿他女兒，他就是異想天開。他女兒來找他，然後他就想說，我要叫我女兒安排好。他女兒19歲，這是一個我們講黑幫的毒販成員。然後呢，他就說，女兒啊，你把你可愛的 T 恤給我最好是有 Mickey Mouse 的。然後呢，帶着一件牛仔褲給我，然後再給我一個外套，然後配上眼鏡，然後假上假的這種我們講矽膠的這種面具，然後加上一個假髮，我一定可以騙過這些安檢人員的。哇，這太離奇了吧！我想他應該是被關太久，不然就是自己的產品用太多了腦子有點出問題了。因為遠遠的獄警看到這家伙就說喂，被嚇到。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這監獄裡面如果獄警看到女生，一定會特別注意稍微看一下。然後後來仔細看之後，發現不對啊。這個女生的臉的皮膚好像怪怪的，眼睛也怪怪的，然後怎麼會有胸肌有 muscle？所以就把她攔下來。你看啊，肌肉練這麼大一塊，然後呢，結果被抓到之後呢，馬上自己送回去自己的房間裡面。然後反正重點是什麼呢？重點是現在為了要防止這種類似層出不窮的越獄事件巴西想出一個辦法。你像一般都是靠這種高塔，然後拿着一把槍，我們看到很多電影場景嘛，不是？還有狗，很凶。對，用狗嘛，對不對？就不是巴西想出一個方法來用鵝來抓犯人。鵝的那個鵝，那你知道為什麼鵝很有用嗎？因為第一個鵝的地域性非常強。你如果有玩過一些遊戲就是那個鵝，巴西用這個鵝在巡邏。對，你不要小看這個鵝因為鵝會覺得它是它地盤，對不對？你如果
踏入他的地盤，你知道他幹嘛嗎？幹嘛？他嘎嘎嘎嘎嘎嘎開始在那邊大叫，他聲音超大聲，而且不只是這樣哦，他會攻擊你。看，這是美軍士兵，然後他們去到那個是加拿大的，你有沒有看到？還抓着跑，管你全部武裝，而且呢，他來就往你臉招呼，說好不打臉的，他就往你臉招呼。所以呢，巴西為了防止越獄哦，他搞了一個護城河，有大量的鵝呢就在旁邊去圍繞，目的是什麼呢？能夠替代狗。但是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哦很難防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巴西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的監獄人滿為患。你看哦，這是巴西哦，它對比的一個數量，在囚的人數有多少人？有70萬人。但你知道他們床位只有多少嗎？48.9。所以代表說呢，每一個房間才會如同我們剛才講的，為什麼會有14個人從同一個房間裡面跑出來，都超載。所以很顯然哦，巴西的犯罪以及他們的監獄矯正機制，恐怕已經岌岌可危。瑞哥，我們都知道，中國在疫情的時候那種全程封控很恐怖的感覺，沒有想到此時此刻中國又來了嗎？你看到這個畫面，我心裡想，有沒有搞錯？這種疫區封路、疫區封村，怎麼又出現了？原來。現在中國開始有發生了口蹄疫事件，对，没錯。那麼這次的口蹄疫啊，是來自於南非 A 型、南非1型的這個病毒啊。那麼這次非常嚴重，到現在已經有12個省全部都感染了這個口蹄疫啊。可是他沒有公布到底有多少的牛隻。這個南非1型的口蹄疫呢，它借由包括空氣跟環境的這個傳染啊，那麼以牛、豬、羊為主。對。但問題是這次顯然比較嚴重的是牛。那麼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得了這個病毒的這個相關的牛隻呢，那麼它會慢慢發病了以後，你看到沒有？它開始流口水，然後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整個牛，那麼整個牛的這個身體狀況呢，陷入一個非常這個。等於說，那麼糟糕的一個境界，還有它的小牛啊，大概死亡率高達6-7成以上。對，那沒人敢吃這種得了這個口蹄疫相關的牛隻、牛羊的這個肉啊，所以呢，他們所消毒的，你看。竟然把消毒槍直接噴在牛的身上，把牛身上噴。你把消毒槍直接噴在牛的身上有用嗎？沒有用，為什麼？因為呢，其實它是就算是得了這個口蹄疫呢，對，那麼痊癒了以後的這個牛隻啊，它反而成為超級病毒的傳染源。這就是這一次的南非1型的這個口蹄疫可怕的地方啊！而且呢，那麼這次南非1型口蹄疫的這個感染的區域呢，顯然是以中國的西部跟北部為主，包括蒙古、包括東北啊，包括來自於甘肅的新疆這些很多產牛隻跟羊的地方，幾乎都得到了這個口蹄疫。瑞德哥，我覺得裡面最誇張的畫面是這個，竟然是有相關人員趁這一些飼主在睡覺的時候，他們衝到人家飼養場裡面，直接對這個羊群打藥物的。對，然後這飼主想說你發生什麼事情了？問題就這一種的哦。問題就在這個地方，你打的到底是什麼藥物啊？因為呢，那麼中國在發生這個現象了以後呢，立刻把疫苗相關的疫苗很快就核准，對，很快就核准去打。可是你在打的過程當中，哪有半夜闖到人家家裡面去偷打？衝進去以後，所有的羊隻啊，這些牛隻就把你這打的那個注射的那個病毒呢，是什麼病毒都沒有跟人家講清楚，也沒有說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文件，沒有，反正我就一個一個把你注射以後，有些羊隻在注射了這個病毒了以後，那個相關的這個疫苗了以後呢，他就突然間口吐白沫就倒地上了，就昏迷不醒。那你這個病毒，然後他們就把它拖走了以後，到底怎麼處理不知道。然後現在面臨到這個申訴無門的一個境地嘛。那這個現象可能現在已經變成像天津啦，像很多地方，現在乾脆全部封死。現在所有的牛市，這個牛市不是這個股市什麼熊市牛市，不是的，這個牛市是真正的牛在買賣的牛市，全停。停了以後呢，全部都擠住，都在這裡了。其他的，你看這個是沒人買，對，沒有人願意買。那我問你啊，沒有人願意買的話，飼主他是不是他的飼料還是源源不斷要相關的這個提供，對不對？對。我問你，飼主能夠撐多久？我如果都沒有人買，我都賣不出去，我的成本不斷的提升，然後我的牛隻還一直吃的話，飼主也會受不了啊。受不了的情況之下，它會產生什麼樣的狀況呢？是把牛自己宰殺了呢，還是把牛就放生野放了不管了？那它這個狀況會使這個病毒更加的厲害啊！所以你看，包括為什麼天津就執行得很徹底，天津就執行全部都封啊，全部封起來以後呢，讓你一頭牛都進不來。對，好，重點來了，
那它到底為什麼12個省啊？幾乎同步這個口蹄疫的這個災情全部都出來，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運牛車。運牛車呢，那麼它載着有帶病毒的這個牛隻到處跑，它也不是只有在這個省這個牛隻的這個飼養場的這個地方的牛啊，它到處載，到處這個運啊，所以呢，只要有病毒在這個車上。這個運輸車就變成一個超級病毒的傳染源，對，然後呢，就載了本來沒有其他那個牛隻的飼養場沒有病毒啊，就因為這樣子不斷的越來越大。他們雖然也有消毒啊，但是顯然消毒沒有落實啊。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各位還記不記得台灣1997年的口蹄疫事件？對，口蹄疫事件當時台灣有多慘？1700多億的這個豬隻呢，全部那個這個相關的金額全部都沒有了，全部都整個都垮掉了。中國現在呢，之前的非洲豬瘟啊，還不知道後處理的怎麼樣，也是付出很慘痛的代價，就沒想到豬瘟剛過，現在牛瘟又起啊。那如果到時候牛、豬、羊一起全部大爆發的話，那整個中國這個經濟已經慘不忍睹了。現在老百姓連吃個豬肉、吃個羊肉、吃個牛肉，也將成為不可思議，也將成為望之莫及的相關的奢望。宏觀取材，釐清真相，犀利精準，深入剖析，時刻掌握關鍵新聞時事，不漏接。老時段，新氣象，我是鍾耀和，關鍵時刻2.0，全新出擊。